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传媒频道。今天我将带你一起探索一本改变生活的书籍《当下的力量》。如果你正在寻找内心平静、改善生活质量的方法，那么这绝对是值得一看的视频。这本由埃克哈特·托利 （Eckhart Tolle） 撰写的畅销书，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活在当下的宝贵指引。我们都曾被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焦虑所困扰，而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释放心灵，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并在当下找到内心的宁静。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探索书中的关键观点，了解如何分离自己的思维，减少痛苦，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无论你现在的状态如何，无论你是否正在经历困境，这本书都能给你带来启示，帮助你找到真正的自我。别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关于当下力量的探索之旅吧。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将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一起受益。让我们开始吧。许多人都将时间花在困扰于充满遗憾的过去，或者对于无法掌控的未来感到焦虑。然而，同时我们也抱着希望，渴望能够改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并获得启示，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实现。当下的力量应运而生，畅销书作家、著名的灵性导师埃克哈特·托勒为读者提供了几种方法来引领他们在内心世界和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关系中航行复杂的领域。在托勒非常实用的哲学核心，强调活在当下这个瞬间，作为避免我们通常经历的大部分痛苦的方法。为此，本书着重探讨思维与痛苦之间的联系，从多个角度阐释我们使用思维的众多自毁方式，例如让自己陷入苦难的循环，阻止自己变得幸福。当下的力量已经帮助了数百万人改善生活，包括改善人际关系，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并全身心的投入生活。通过只专注于当下，忽略过去和未来，你可以极大地改善你的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找到内心的平静，改善生活。总的来说，我们追求的是启示，然而我们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来找到它。而事实上，第一步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我们倾向于活在过去和未来，有时我们会回忆或后悔，下一刻我们会计划或担忧。同时，我们忽视了一个完全可以利用的瞬间——现在。现在，只有现在很重要，因为过去或未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事物只发生在持续的现在时刻流中。无论何时你感觉到某种情绪，那个感觉都是在当下体验的，因为你的感官只能给你这个特定时刻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说某事发生在过去，那并不完全正确，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瞬间的现在发生的。事实上，我们所谓的过去实际上是一系列已经过去的曾经是当下的瞬间。同样，未来由尚未到来的现在时刻组成。正如这暗示的，担心未来或沉浸在过去没有任何好处，但活在当下则有很多好处。如果你设法做到这一点，你将不会遇到什么大问题，只会遇到可以应对的小问题。例如，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比如写一篇科学论文，通常似乎太大、太复杂，难以完成。如果你对尚未完成的工作感到焦虑，或者对过去错过的机会感到后悔，你将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解决小问题，收集数据，制定结构，写第一章，你将更容易的完成它。所以试着活在当下，不要固执于过去，不要害怕未来，你会看到你的生活将如何显著改善。你的一部分需要痛苦来生存，并且它创造了你体验的大部分痛苦。假设你设法活在当下，不再担心过去或未来，那么当你体验到痛苦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痛苦在当下时刻被感知，你如何同时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痛苦只不过是对你无法改变的外部事物自我创造的内在抵抗。当你对事物的现状不满意，却又感到力量不足以改变它们时，你就会经历痛苦。在情绪层面上，这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感觉。由于你过多的思考过去和未来，但只能生活在当下，你无法改变许多让你不满的事情。因此，你对事物现状产生了内在抵抗，这种抵抗你会感受到为痛苦。自我创造的痛苦的另一个方面是痛苦体，它是你自我的一部分，需要你感受痛苦以便生存。由于痛苦体由你痛苦的经历构成，每当你经历痛苦时，它就会增长壮大。因此，它会试图让你感到痛苦和悲伤。
这种循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最终痛苦成为你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会完全认同于你的痛苦体。由于痛苦将成为你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你会害怕放手，因为这样做将把你的自我认同置于风险之中。例如，当某件事情使你烦恼或沮丧，你感觉自己变得愤怒，你的痛苦体就控制了你。愤怒使你无法理性思考和行动，只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即使表面上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外部世界，但事实上，大部分痛苦都是自我创造的，它源自内在。好消息是，因为它是自我创造的，你可以对此采取一些措施，接下来你将了解到如何做。自我 ego 是你心智中阻止你幸福的一部分。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似乎会自我毁灭？为什么虽然没有人想过不幸的生活，但有如此多的人不快乐？罪魁祸首是自我，一部分你的心智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控制着你的思想和行为。由于它不容易被观察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我对他们的生活控制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如果你事后反思你和某人的争吵，你可能会注意到，也许会后悔你的反应过度激烈。然而，在争吵的过程中，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影响或控制你的思维和行为。自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它依赖你的痛苦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因此它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阻碍幸福，违背你自己的最佳利益。有一个破坏性心智的存在会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在受苦，尽管没有人积极的想过不幸的生活。例如，有些人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决定继续处于破坏性和痛苦的关系中。自我会把你带入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情况，并使你对现状感到不满，以便它可以控制你的行为和思维。例如，当两个或更多的自我相互交集时，戏剧就会发生。这在小办公室或家庭中可以看到，虽然人们可能希望和平的生活在一起，但他们的自我让他们对琐事感到烦恼，并导致他们过度反应。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在一场关于一个小问题的激烈辩论中，比如该谁清洁厨房或者一个电视节目是否好看，那可能就是自我在起作用。自我是人类心智中的破坏性部分，它想成为你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没有界限，因此如果你让它控制，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痛苦。如果你想过上更充实、几乎无痛苦的生活，就要将自己从心智中分离出来，专注于身体。自我力量只是让我们把自己从心智中分离出来，更加关注身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导师都谈论过专注于身体而非心智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心智是痛苦的根源，它通过不断的唤起过去的记忆或者计划未来，占据你整个生活，充斥着悔恨的回忆和充满焦虑的未来场景。这样做，它阻止你活在当下。结果是，由于你无法改变过去或未来，你不断的担心那些根本无法改变的事情，而这导致了痛苦。显然，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削弱心智的力量，减少它的一些控制。怎么做呢？通过将注意力从心智转移到身体上。你的身体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通过倾听你的身体，你可以清楚地感知到生活中的重要事物。耶稣经常谈论身体的重要性，并在许多谚语和寓言中使用身体。比如，你的身体是一个庙宇，关于他复活和升天的故事总是强调他的尸体不在坟墓里，他是带着他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他的心智或灵魂升天的。没有人曾在专注于心智而忽视身体时找到启示。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从佛陀的6年苦行包括禁食中看到。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与身体分离。结果呢？他确实感觉到与身体分离了，但并没有更加平和或觉悟。只有在放弃这些修行，重新与身体融为一体后，他才找到觉悟。观察心智而不加评判是与之分离的最佳方法，从而使自己摆脱痛苦。在你意识到你的心智正在给你带来痛苦，阻止你真正活在当下后，你需要与它分离。怎么做呢？要与心智分离，你必须完全意识到它以及它对你的控制力，否则你将永远不会理解它无数小而微妙的影响方式，包括对你的思维和行为，从而影响你的幸福。例如，如果你想观察你的心智，问自己，我接下来的想法会是什么？如果你完全专注于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在下一个清晰的想法到来之前需要一段时间。通过观察，你设法在思维的流动中创造了一个间隙。如果你经常这样做，你会开始注意到你通常被心智的持续流动所占据，这样你就找到了打断心智，
从而与之分离的主要工具。你可用的第二种方法是观察心智而不加评判。评判本身就是心智的一种行为，所以如果你对某事进行评判，你又回到了用心智的状态。例如，如果在工作中你突然想跑步，就跟随身体的冲动，你的身体知道什么对它有益，所以走出去跑步吧。然后倾听头脑里那个小小的唠叨的声音，他在说现在你应该工作，而不是跑步或浪费时间。但不要对那个声音做出评判，不要将其看作是好的还是坏的，也不要试图遵循他的建议，只是对他微笑，接受他的存在。这样做，你将学会观察你的心智，而不必跟随他试图引导你去的任何地方。试着处于永久警觉的状态。当你在与心智分离方面变得更好时，你可以尝试采用另一种技巧，主动等待。这是一种特殊的等待状态，就像当你意识到某件重要或严肃的事情可能随时发生时。在这种状态下，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当你进入主动等待的状态时，就没有时间做白日梦、计划或回忆，这些通常会让我们分心，远离当下。例如，在考试时，你不应该浪费时间担心结果，而是应该保持完全的专注，密切关注你面前的工作。在考试前不久和考试期间进入主动等待的状态，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点。在这种状态下，你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因为它必须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这对于活在当下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禅宗大师过去常常悄悄走到闭上眼睛的弟子身边，然后试图打那个等待的学生。等待迫使学生完全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体上，因此他们能够感觉到靠近的大师，并躲避他们的攻击。许多灵性导师向他们的弟子推荐这种等待的状态，因为他们相信这将导致美好的生活。例如，当耶稣的门徒问他们应该怎么过上美好平和的生活时，他建议他们要像一个仆人等待主人的回来。由于仆人不知道主人将在什么时候回来，他处于永久警觉的状态。他不会为未来做伟大的计划，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以确保不会错过主人的回来。活在当下，对于你的伴侣来说可能是困难的，但同时也能改善你们的关系。在跟随之前的步骤后，你现在能够活在当下，不再完全依赖于你的心智。但这将如何改变你的日常生活？比如，你们的关系。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与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人分享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不活在当下的人的自我依赖问题，而那些活在当下、平静和安宁的人被视为威胁。不活在当下的人的自我会通过制造进一步的问题来反应，例如侮辱对方、辩论一个琐碎的问题来破坏和平，或者不断提及过去的事件以将他们拉出当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好用一个类比来回答，就像黑暗无法在光明附近存活一样。对于一个仍然受自我的控制的人来说，与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人在一起很难持续很久。强烈的对立不能在密切的接触中存在。如果你在黑暗中放一支蜡烛，黑暗会消失；如果你在火上倒水，火焰会熄灭。但如果你做的正确，活在当下也能极大地改善你们的关系。你将能够停止评判、批评或试图改变你的伴侣，而是将他或她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此外，通过活在当下获得的洞察力可以用来打破无休止循环，比如永远没有结论的辩论。活在当下带来的内心平静，是你能够在不评判的情况下倾听你的伴侣。如果你活在当下，对于你的伴侣来说，与你生活在一起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可能成为你们关系的新考验。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将为积极的变化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对于你的伴侣和你们的关系都是如此。并非所有的痛苦都能避免，顺从当下并不意味着忽视悲伤或令人痛苦的感受。即使你完全活在当下，一些悲伤和痛苦的感受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你该怎么处理它们呢？只是压抑它们，假装一切都好吗？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尽管大多数痛苦是自我制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创造了所有的痛苦。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的好例子是由那些仍然受其破坏性心智控制的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另一个例子是亲人的去世。由于你不能让你周围的每个人都觉悟，当然也不能阻止死亡，这种痛苦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当你经历了令你真正痛苦的创伤时，你可以接受它的存在。例如，如果你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你当然会悲伤和感到难过。
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切只是现实存在的事实，无法改变，那么你就会避免不必要的苦难。感到悲伤是一种自然的感觉，你无需为此感到内疚或羞愧。事情就是现在的样子，接受这一点意味着你不会浪费时间不断的希望事情有所不同。通过活在当下，你将能够避免生活中的大部分痛苦，但并非全部。此外，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压抑痛苦，相反，它为你提供了内在的力量，来接受生活中这些艰难和痛苦的事实。顺从当下并不意味着过着被动的生活。内心的平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当你外在的生活状况不好时，内心的平和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接受当下是否自动导致一种被动的生活方式？你对困扰你的事情毫不在意或不愿意去改变它们呢？并不一定。活在当下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和洞察过程，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发展一种被动的外在行为。例如，如果你陷入泥潭，你不会简单的告诉自己你一直想陷入泥潭，相反，你可以试着在不惊慌的情况下使自己脱离其中。活在当下甚至可以为你提供新的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活在当下确实可以给你带来新的力量和决心行事，因为你不会浪费内在的资源创造问题。实际上，通过活在当下，你实际上看不到任何问题，只有个别可处理的情况，你可以逐一解决，这使得你变得更加有效率。活在当下并接受现状，并不意味着你选择过着被动的生活，或者选择不去尝试改变它变得更好。相反，通过专注于当下，并将过去和未来放在各自的位置，你更能清楚地看到任何特定时刻实际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你也有力量去改变那些问题变得更好。来，我们总结这本书的关键信息就是：不要过度关注过去或未来，活在当下，努力与过度思考的心智分离。遵循这种方法将减少你的苦难并改善你的生活。这本书回答了以下问题：我该如何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通过只专注于当下，忽略过去和未来，你可以大大改善你的生活。你的一部分需要痛苦来生存，并且它创造了你所经历的大部分痛苦。心智与痛苦之间有什么联系？自我是你心智的一部分，阻止你快乐。如果你想拥有更丰富、几乎无痛苦的生活，将自己从心智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你的身体。无评判的观察心智是与之分离的最佳方法，从而使自己摆脱痛苦，尝试处于永久警觉的状态。这将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你的伴侣来说，活在当下可能很困难，但也能改善你们的关系。并非所有的痛苦都能避免。顺从当下并不意味着忽视悲伤或令人痛苦的感受。顺从当下并不意味着过着被动的生活。当下的力量这本书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智慧和启示。在我们结束这段视频之前，我想分享一些可行的建议，帮助你们将这些宝贵的观点融入生活，实现成功和内心的平静。首先，试着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专注于当下。无论是冥想、呼吸练习，或者是在大自然中漫步，让我们将焦点放在此刻。通过这样的练习，你将培养专注的力量，减少过去和未来的干扰，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其次，学会接纳当下的现实。有时候，生活可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和困难。不要逃避或否定这些感受，而是以一颗宽容的心接纳它们。与其让痛苦持续蔓延，我们可以通过接纳它们，让自己更快地走出困境。同时，记得在与他人相处时保持当下的专注，给予他人你全部的注意力，倾听他们的故事和情感，这样你将建立更深刻的连接，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最后，将这些智慧和观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在分享的过程中，你也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概念，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通过与他人一起探索当下的力量，你们可以共同成长，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和谐的环境。让我们共同实践这些建议，让当下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南，助力我们走向成功和内心的宁静。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得和感想，我们将一起互动，共同成长。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希望我们的探索之旅能够为你们带来无限的启示和收获。祝大家生活充满当下的力量。好了，谢谢收看本期关于当下的力量的听书视频。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敬请期待。